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36.30，收盘价是342.0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3，最低价是在333.3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并且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8846.95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开始减弱。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多头趋势开始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开盘之后既有多头力量进入拉抬股价，那股价是一路上行，回补了由于跳空低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但是呢，上方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生成了一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虽然股价在日内出现了由于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出现了被拉抬，但是呢，收盘价依然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并且呢，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说明股价呢即将开启回档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的这个解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这根 K 线所处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定义，上方是350。下方是在335，那么股价上涨之后连续3个交易日或者2个交易日出现了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短期的一个横盘的区域。那么在5月19日，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虽然是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并且呢在盘中是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的最低，那么但是呢，股价收盘价又回到了这个区域内，然后呢，生成的这根小绿 K 线，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量缩，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股价的成交量都是一个大幅的量缩，那也就是说，连续3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休息的 K 线。那么在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股价出现了横盘的走势。那么如果在股价在日后能够高开高走，我们会看到回档它已经测试了下方的这个横盘区域。那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在盘中股价又被拉抬，所以日后如果高开高走呢，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攻，也就是去测试上方的这个横盘区域的上方，也就是350这个位置。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那么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或者说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好，那这是我们相对于这根 K 线所处的位置而言，如果日后高开高走，那么股价将会出现补量的上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攻，收盘价会在359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345附近。而实际在5月19日收盘价是在342.09，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那虽然这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相差不多，但是呢，收盘价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预测的收盘价，也就是横盘向下，股价会仍然在5日均线之上方，并且在前低的上方，而实际的这个收盘价我们会看到是在前低的下方，并且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这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呢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实际的走势是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被拉抬到这个位置。对，好，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回档，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71。那么在到达271之前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333，还有5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17，再有5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90，那么这3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回档过程当中的强支撑。当然还有下方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包括这个缺口。好，那么股价一旦跌破了这些支撑，一旦日后跌破了271呢，将会瓦解自4月7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那么进一步下行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223，它仅仅是支撑位。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214。我们说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271，瓦解了这个多头趋势之后呢，那么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14。对，223仅仅是支撑位。那214被跌破呢，将会再次出现底低，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要想到达271，会有很多的支撑位，但一旦271被跌破，那么股价再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14。214相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这叫底。好，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52前高。对，也就是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我们会看到，如果目前股价如果能够继续上行，要突破第一个目标，那么5日均线值将是强压力。5日均线值在5月20日将会是在343到347之间。当然还有一个位置就是350整数关口。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前一日 K 线的最高343一直到350，实际上目前股价要想到达352，每一个点位都是强压力。那么这个位置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么如果352被突破，将会继续出现头高，股价将会继续沿着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上行。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67，第三个目标是420。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48附近。
那么股价在5月19日啊，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5月2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就是342这个位置。好，我们把它调整到这个位置。那我们认为，在5月20日盘中，股价只有在342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继续上行的走势，去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或者是前高。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尤其是再次如果出现低开盘，然后反弹到这个位置不能突破，而再次被压回，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继续回档的走势。所以在5月20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42。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88.5附近。那么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5月13日盘后，收盘价343%，5%最后一次加仓。那么这个仓位到了5月19日，收盘价在342.09这个位置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因为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可以是停利出场。对，好，如果不想停利出场，继续持有呢，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到了5月20日是守20日均线值在301附近。对，好，那么当然，目前要停利出场，在这个位置也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股价即将开始从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跌破前低，这是要回档的走势，并且呢，成交量是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对于多头来说。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一直到350关口，也就是从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347到350，那么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的目标目前就是314，要跌破5月13日这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当然，前面这根 K 线5月14日337这个位置呢，目前也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这两根 K 线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如果我们把这两根 K 线合并，那么它们的最低是317，那么它们的成交量呢，相对于目前是非常大的，所以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317。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是从343前高一直到347，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是352。第三个压力位是367，第四个压力位是380，第五个压力位是398到400关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333，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324附近，第三个支撑是317。第四个支撑是309，是这个缺口的中线。第五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301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20日我们给出的预测，仍然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
或者说叫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0，上方最高会到达351，收盘价会收在349附近。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355，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到达353。如果出现这样补量的上攻，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那么补量上攻呢，我们认为这两个点位呢，就是说股价一个是继续上涨，然后测试这个横盘区域的上限，或者说是突破它。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42，下方最低会到达32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39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4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那继续回档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将会有新低的出现，但是呢，收盘价依然是收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横盘区域的上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